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1月18日啊。今日講兩單同新加坡有關係嘅新聞啦。話說習近平就去咗呢個秘魯，喺秘魯咧就開亞太峰會，就喺會上咧就係見到新加坡新任總理黃循財。咁結果咧中方咧就發表咗會後嘅聲明啦。呢個會後聲明咧就帶嚟咗啲風波啦。點解咁講呢？就因為咧中方咧有超譯嘅習慣嘅。咁咩叫超譯啊？就係通常咧對方講嘅說話咧，佢就會用翻中文嘅版本演繹出嚟咧，係相當唔同嘅。咁就黃循財就表示啦，新加坡咧同埋中國啊，梗係關係密切啦，因為新加坡其實咧就係遊走中西之間已經百幾年嘅時間啦。佢以前係英國殖民地，同香港一樣啦。佢哋可以話係一個叫處於東方嘅西方城市。所以處於東方嘅西方城市嘅意思係咩呢？佢哋地理位置咧雖然就喺呢個嘅東方，但係實際上佢哋嘅文化上咧就係西方嘅。佢哋係更接近西方嘅東方城市。咁但係咧無礙咧就同呢個嘅中國或者係乜個馬來半島咧係進行一個即係叫做超級聯繫人嘅角色。以前香港都係咁樣噶嘛，所以我哋就叫咧新加坡同香港咧係叫做韋小寶角色。咁但係香港咧隨住二次回歸，由韋小寶咧而家就變成咗多隆啦，變成咗隆科多，咁所以咧就唔同咗喎。由韋小寶就變咗多隆啦。以前就遊走天地會同埋清朝之間，而家咧就係完全咧效忠清朝噶啦。咁但係新加坡仍然係可以做到韋小寶角色，所以咧佢一方面同美國關係非常之密切啦，喺軍事上啦，喺呢個南海問題上同美國嘅立場咧都好接近，但係經濟上咧就同中方咧就當然係即係過從甚密噶啦。咁呢個必然如此。咁而新加坡咧佢竟然咧就係話啦，完全理解中國喺台灣問題嘅立場，反對任何形式嘅台灣獨立，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嘅原則。新加坡始終對中國嘅經濟發展充滿信心噶，期待繼續深入參與中國嘅現代化進程未來係明年係兩國建交35週年啦。因為點解以前就係呢個嘅35年咯，出年係咁，所以呢個就係必然如此嘅。但係問題到底黃循財有冇咁講過呢？民進黨即係喺中華民國嘅外交部台灣外交部就查詢結果新加坡就話冇咁講過。點解呢？因為佢裏邊有啲字眼一睇就知應該唔會咁講嘅。其實以前都試過啦，喺今年7月26號啦，係咪日本嘅外務大臣上川陽子同中國嘅外長王毅喺寮國老撾即係見面之後呢，中國外交部聲稱日方堅持一個中國嘅立場沒有改變。但日方即刻回覆咯，上川只係強調咧日本對台立場係跟住呢個中日聯合聲明。跟住中日聯合聲明咧，同堅持一個中國嘅立場，好明顯係有程度上嘅唔同嘅。因為呢個所謂嘅中日聯合聲明，其實同中美聯合聲明一樣，就係 acknowledge One China Policy， 而唔係 recognize One China Policy。咁但係咧，今次咧佢話新加坡黃循財係堅定恪守一中原則。世上咧，除咗中國之外咧，就冇幾多個國家，可能俄國都會講一中原則。所謂原則者就係 principle 係不易改變嘅，但係咧 policy 咧係即係相對輕易地改變嘅。咁所以咧，新加坡黃循財總理咧就應該唔會用 One China Principle， 而佢只會用 One China Policy， 兩者程度上有明顯嘅差異。咁但係咧，中方就利用呢個超譯嘅方法咧，去令到外邊啲人即係講成即係 One China Principle， 咁然後再喺中國嘅媒體裏邊發布，令到中國嘅民眾咧，全部10幾億人都以為世界各地都係相信一中嘅原則嘅，堅守一中原則。咁呢個按照一個中國嘅政策同堅守一個中國嘅原則程度上當然有個好大分別啦。但係無論如何咧，習近平就好努力希望打破呢個外交嘅隔閡啦，咁所以咧佢就去咗秘魯。秘魯做啲乜嘢呢？就因為喺特朗普時代咧，呢個孤立主義政策啦，令到南美洲、中南美洲、拉美同埋呢個美國嘅關係咧就日趨惡化。尤其是喺難民問題上邊咧，喺呢貿易嘅關稅問題上邊咧，都係咧非常之劍拔弩張嘅。所以喺嗰幾年咧，就令到中國咧喺一帶一路政策上邊咧有極大嘅推進喎。咁呢個前海港就係喺19年嘅時期咧，秘魯同中方咧聯合投資嘅一個港口嚟。呢個所謂前海港，前海者同前海同上海生海都係對音嘅。佢係意圖咧。呢個秘魯嘅總理就話啦，目標係要將咧佢前海港變成咧拉丁美洲嘅新加坡，
哇咁犀利喎！要係拉丁美洲嘅新加坡，咁但係呢個咩意思呢？新加坡之所以成為新加坡有幾大特點，第一，即係佢係一個完善嘅法治國家。雖然佢有嚴厲嘅法治，但係咧都係一個完善嘅法治國家，實行普通法。佢喺政治上咧係嚴厲打擊共產主義嘅啫，但係咧對西方咧相對友好喎，友善嘅喎。咁西方人咧喺新加坡嘅政治活動咧並冇大影響，甚至乎西方嘅媒體即係有好多咧原本嘅總部喺香港啊，而家都搬咗去新加坡啦嘛。冇影響嘅喎，所以新加坡對西方咧言論自由啊各方面都係友善嘅。加上咧新加坡係國際金融中心。咁但係咧，似乎佢話呢度將佢打造成為咧拉美嘅新加坡，其實就唔係指上述嗰幾點，因為要做上述嗰幾點啊，冇100幾十年都做唔成啦。即係中國都話要澳門係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噶，深圳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噶，唔係用人為就可以推動到嘅，唔係食偉哥就可以硬起來嘅，呢啲一定係要咧你本身嘅體質、法治嘅環境、地理嘅環境、人民嘅精神、人才咁等等等等。咁所以咧呢個係佢其實所指係拉美嘅新加坡咧，係講吞吐量，係講港口啊。咁呢個係咪都係羞辱香港啊？佢唔會話打造成為呢個嘅拉美版嘅香港，香港都係吞吐量曾經係世界第一個。但係而家咧香港嘅吞吐量咧，雖然即係仲係 top 10，但係咧新加坡嗰個呢個港口除咗吞吐量之外咧，仲係有更多嘅船隻公司以新加坡為總部咁所以咧佢除咗一個港口之外咧，新加坡更重要就係航運嘅金融中心咁呢點咧香港已經不能同佢競爭噶啦。咁呢個嘅前海港嘅位置喺秘魯啦，鄰近就係阿根廷同埋巴西。咁咧佢去上海咧個日程咧就好短嘅啫，而家起個新港口仲可以泊大隻嘅船呢個港口咧最大嘅水深咧就食水17.8米。可以咧裝18000嘅標準箱嘅大型嘅貨櫃船，每年最多可以裝100萬至150萬嘅標準箱嘅吞吐量嘅設計。咁呢個真係同鹽田蛇口香港新加坡係可以媲美嘅。咁咧以後咧佢去到中國咧，由秘魯去中國23日就可以航運到啦。咁呢個當然係犀利啦。咁但係你話要將佢變成新加坡，咁呢個談何容易呢？但係佢可以做啲乜嘢呢？呢個咁大型嘅港口投資，咁我認為呢就可以話係直插美國嘅腹背啊嘛。你喺嗰度就同呢個嘅拉丁美洲嘅國家、南美洲嘅國家就建立更深嘅經貿關係。佢會唔會係另外一個大白象工程呢？可能會，但係呢個係戰略意義呢，就永大於咧投資意義嘅，即係可能最後唔係有咁多船隻去到拍，最後可能會蝕本，加上貪污問題。因為秘魯都係啲將軍軍閥咁嗰啲橫行嘅國家嚟，唔係完善法治嘅國家。咁但係咧，佢個戰略意義有咩咧？第一就係解決咗中國糧食不足嘅問題，同埋呢個通脹嘅問題。因為南美洲係全世界最大嘅糧倉，尤其是嗰度咧，巴西就有巴西嘅粟米啦，巴西嘅牛肉、巴西嘅豬肉、巴西嘅雞翼，咁呢啲咧係可以大量傾銷輸入嚟中國，而起咗呢個咁大型嘅碼頭，23日就運到嚟咧，嗰啲令到中國嘅糧食供應咧係更加充足嘅，呢個第一點啦。咁亦都可以改善到南美洲佢哋嘅經濟，咁佢哋運出嚟嘅嘢成本低咗，咁更多訂單咁可以養更多牛隻、更多嘅豬、更多嘅雞。咁第二咧就係咧，本身亞馬遜河流咧有極大嘅資源蘊藏喺裏邊嘅，無論係礦物樹木水資源各方面嘅資源都有好豐富嘅。咁所以咧呢個當然可能會造成環保災難啦。搞一個前海港之後咧，佢哋運出嚟嘅木材係更加方便啦，運出嚟嘅天然資源嘅石礦更加方便啦。所以咧呢個對中國嚟講咧，梗係有極大好處啦。更重要就係咧，中國嘅貨物運去，咁中國嘅貨物即係尤其係工廠製嘅貨物手機，而家南美洲咧基本上啲人係用晒中國製嘅手機噶啦，啲平價嘅小米OPPO幾百蚊一部嘅智能手機，1000幾百一部百幾美元一部嘅智能手機。咁南美洲啲人先用得起啊嘛，佢哋用埋嗰啲手機睇埋 TikTok， 用埋 WeChat。其實就完全喺思想上、立場上係親近中國噶啦。咁所以喺呢個嘅美國嘅下腹咧，就係有一個龐大嘅中國盟友喺度，就係一帶一路咧本身個目的就要刺穿美國嘅腹背。即使係蝕大本，即使係傾家蕩產，
但係戰略上喺嗰度咧，你見到個碼頭，然後慢慢就有軍事實力啊，慢慢就會擴大佢嘅政治影響力喺裏邊嘅咯。所以習近平佢哋就話要喺拉美搞一個新加坡。以前新加坡都力啦，咁所以咧，其實就係背後政治經濟影響力咧，大於呢個純粹貨運嘅影響力嘅。當然啦，對中國嚟講，去庫存出產中國嘅貨品，呢個對中國係一個戰略嘅好處啦，亦都可以穩定中國嘅糧食。所以呢個咧，佢係一個下一盤大棋嚟嘅。習近平一帶一路政策，你話佢燒銀紙，笑佢咧搞呢個嘅輸出大白象工程，呢個係事實嚟。咁但係同時間咧，佢輸出好多嘅國際債務，當地就起咗呢啲咁嘅大型嘅工程，當地嘅政府就係借咗好多錢，咁佢哋借錢咧，嗰啲軍閥咧就過水濕腳噶嘛，啲人民咪還債咯，人民咪下一代還債咯，但係人民還唔到債嘅時候咧，就會用嗰啲天然嘅資源用嗰啲碼頭火車各方面咧就抵押翻俾中國咯，咁然後中國嘅政治影響力咪更龐大咯。所以呢一個一帶一路工程咧，你可以笑佢還笑佢，但係佢背後咧就係有佢嘅戰略意義嘅。咁當然從中蘇從呢個美蘇衝突咧，美蘇當年嘅爭霸咧，都係搞類似嘅嘢嘅，就係鬥燒銀紙大家咧就係鬥投資太空科技嘅，最終咧就係蘇聯咧就搞到破產啦。後來咧亦都因為呢個嘅財富用盡，國內咧個民生不濟，最終導致到倒台美國咧就係即係太空科技戰上面咧，佢最後贏咗不特止，仲喺經濟上可以捱到落去。咁但係特朗普行另外一種策略啦，佢就同以往嘅民主黨唔同，以往奧巴馬時代佢就係要同呢個嘅中國俄國競爭要不斷咧援助利用 IMF 利用一啲美國嘅組織外圍組織一啲嘅所謂 NGO 去援助一啲嘅西方嘅落後國家拉美非洲嘅落後國家。咁援助嘅時期咧，通常民主黨啲左派咧，佢哋就會有啲條件嘅，就係你接收我哋嘅貸款，然後咧你就要做翻啲人權嘅工程要改善法治嘅環境咁所以咧呢啲拉美嘅國家咧就唔喜歡借美國嘅錢因為咧借佢哋嘅錢咧就要交出佢哋自己嘅權力。喂，佢哋覺得做土皇帝做軍閥好做乜要交出權力啫？係咪國家經濟好咗與我何干咁但係中方唔同中方係不過問別國內政我借咗錢俾你嘅軍閥，你中意點樣用啲錢都冇所謂噶，起唔起個碼頭都唔係咁重要噶，你抵押咗俾我啦嘛，笪地咁所以咧最後咧就有貪污腐敗債務嘅危機咁呢個就係中方咧不干涉別國內政，唔去監管就唔同嘅。 IMF 咧國際貨幣基金咧，即係好多人都指責係美國背後控制噶啦，佢哋背後嘅秩序就係我可以借錢俾你，但係你一定要做金融經濟嘅改革。所以當年韓國咧喺98年金融風暴嘅時候咪 IMF 要求去做貨幣改革咯然後韓國當年國內一片罵聲，但係如果唔係咁做嘅話咧，韓國嘅經濟亦都唔會迅速恢復咁所以呢個就係中國同美國咧爭取嘅唔同。而特朗普上台嗰4年咧就係唔搞嗰啲嘢嘛即係呢個所謂嘅唔下一盤大棋，唔同中國去競爭要本土優先，咁所以變成咗好多當時嗰4年咧，包括歐洲意大利嗰啲國家咧，就紛紛倒向咗一帶一路西班牙、意大利就倒向咗一帶一路，仲有呢個嘅東歐嘅國家倒向咗一帶一路，南美洲好即係一面倒啦，傾向咗一帶一路啦。咁去到拜登嗰4年咧，意大利又脫離咗中國一帶一路，咁未來嘅4年會如何咧？呢個就係大家都係拭目以待啦。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喜歡啦。咁即係佢借呢個拉美版嘅新加坡嘅成功啦，並非一朝一夕，背後係有法治佢冇民主，但係佢有法治，有充足嘅自由，係世界上咧最自由嘅經濟體之一而且就係最緊要嘅就係佢係一個韋小寶，政治上唔會全面靠攏。咁拉美會唔會可以做到韋小寶秘魯可唔可以游走於美國中國之間當然唔得啦嘛。咁所以呢啲點咧就係痴人說夢話嚟嘅香港而家已經失去咗韋小寶啦，變成咗多隆啦變成咗呢個嘅康熙皇帝底下嘅一個鷹犬。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此一時彼一時也啦。OK， 今日講到呢度，希望大家支持啦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 Patreon 咧，仲有參考資料、文字摘要、聲音檔等等等等。Patreon 咧仲有大量獨家課堂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